他把板甲一脱，穿着粗布短衫，其内又裹着紧紧的抹胸布。李长寿抱着学术性的心态多看了几眼，似乎真的是没什么糊涂。于是灵娥对师祖的亲近感倍增啊，而师祖渐渐开始积累对小九九的怒气值，拉着九九一阵拼酒。但是呢，九九啊，破天风一脉忘情上人关门弟子，自小在酒缸里面游过泳，1000年修行未曾断过酒，何止是海量。不多时，江灵儿就带了几分醉意，九九咂巴咂巴嘴，却是还没有开始起兴。启元老道问了一句：师父，您在外1000年过得如何？还凑合。江灵儿的表情略微有些复杂，有欣喜也有苦涩，最多的便是感慨了。抬手拍了拍齐元的肩头，江灵儿淡定地道了句：为师现在也算是狐朋狗友多多，你外面也多了一些大爷姨娘，不过放心，为师肯定不会让他们来门内占你便宜。齐元顿时一阵苦笑，江灵儿又悠悠的一叹，伸了个懒腰，言道：唉，今天能见到你，也算为师走了大运，时来运转。原本我对突破天仙已不抱任何希望，大概数年前，我遇袭重伤，垂死之际，心底忽有灵光闪烁，借此有了突破。当真，这1000年的运道都用在了这次突破上。我有一个好友善卜算，事后还为我卜了一卦，说我冥冥中得了贵人相助，气运被提了一格。言说中，江灵儿看向了李长寿，啧地笑了一声，意味深长地道了句：现在我倒是明白了点什么。矮道人九乌笑道：气运之说本就有些缥缈，那是小五你不会忘气之法。江灵儿没好气地呛了一声，九乌连连陪笑。江灵儿的脸蛋有些泛红，突然道了一句：你们师父这1000年找道侣没？那自然不可能。九九接话了：家师道好忘情，自然不会动情念。不会动情？江灵儿哼了一声：哼，他这个忘情的道号是当年自己改的，不信你去问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灵儿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身形一晃，已经是出现在九九的身后，低头看着九九。道理我都懂，但为什么能这么……九九心底莫名有些发虚，那些被一次次醉酒掩藏的记忆悄然间浮现出来。1000年前，我好像经常被……九九打了个激灵，立刻就要起身躲闪，却被江灵儿一把摁住，九九顿时动弹不得。江师叔，你不要乱来，我都1000多岁了。1000多岁很了不起吗？我跟你师父是同时入的山门。小屁孩，让本师叔检查检查，你肯定藏了见不得人的罪孽。哎呀，长寿，快管管你师祖。现在这里我最大，你师父不来，我怕什么啊？侧旁，灵娥、李长寿、有秦玄雅突然恍然大悟，九九小师叔偶尔有些不羁的言行，今天好像找到了源头。然而玩闹归玩闹，李长寿此刻依然保持着日常监察仙灵峰的习惯。从那边的反应来看，稍后还是会有些麻烦要处理。那晚九九离开小琼峰时，是捂着衣领，掩面青鹰，坐着大葫芦飞走的。
随后九巫九师与有金玄雅一同告辞离开，并未多打扰小琼峰上这难得的时刻。临时性的，小琼峰从原本的师徒3人变成了4人。岳勇、胡波清、叶枫伴威明。草屋前，灵儿搬来2只蒲团，跟师兄在旁边坐着。临江散人江灵儿那娇小的身形缩在圈椅中，胸刀依旧不离自身，手中握着一只酒壶，时不时地抿一口。他不会让自己喝醉，不一阵儿就会将酒气逼出，始终保持着几分清醒，享受着那一份微醺。这里无外人时，江灵儿问起奇缘老道怎么做到的冰解化浊仙。奇缘看了眼自己的大徒弟，低声道：哦，是长寿在万长老那里求来的一颗融仙丹。江灵儿似笑非笑地道了一句：这位万长老当真帮了咱们小琼峰好多哟。奇缘老道点点头：师父您说的对，这位万长老甚至都没跟弟子说过一句话。我当年怎么就没把你打得开了窍？说什么就信什么，说什么就信什么。江灵儿忍不住抬手打了一下奇缘老道的额头，恨其不争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。奇缘老道顿时一阵苦笑，叹道：唉，师父，弟子现在就是一个浊仙，长寿与灵娥都是弟子一手拉扯大的，他们说的弟子自然是要信的。那只小手还是不断地落下，不过江灵儿也并未用力。奇缘老道有些尴尬之余，眼底也是带着笑意。就跟凡人老了被老娘打是一种幸福一样。奇缘现在其实挺开心的，就听江灵儿不断的教训：浊仙就浊仙，你低落个什么？你原本的资质还不如为师，修成天仙的机会本来就十分微小，地仙道混个真仙境的寿元，不是一样逍遥快活吗？江宇不想见你，闯荡就闯荡去了，我这当师傅的都不操心，你又操什么心？是不是又想被为师打屁股了？师父，我这弟子听训就是。侧旁，李长寿对灵娥传声道了2句。灵娥拿出斗大神的纸牌，笑道：师祖，可以跟您一同玩这种小玩意儿吗？哦，这是何物？师祖您看一遍就知道了。很快，草屋前的师徒与师徒开始了大神之争。江灵儿也更放松了一些，奇缘也难得的笑出声来。玩闹中，江灵儿也开始说一些感慨人生的话语，其实都是在暗中开解奇缘老道。比如这般：老二啊，为师走过很多路，懂了很多道理，却依然没办法过得逍遥自在。为何？因为挂念、牵挂。人都有牵挂，不然那不成人，真的就绝情绝性了。你心底有牵挂也无妨，挂着你师姐也没事儿，但别陷太深。你既得了地仙道，寿元还长，慢慢过就是了。奇缘老道低叹着点头，将师父的训诫记在心底。李长寿见状，觉得自己孝敬师祖的那些丹药倒也算是值了。江灵儿在小琼峰时，李长寿也并未躲去地下密室，他决定这半个月的时间，借穷凶极恶的小师祖回山，陪伴一下孤寡失伴老师傅与青春萌动小师妹，陪师傅在湖边垂钓自己养的鲮鱼，陪师祖逛一逛小琼峰的景区迷阵，与师妹一同亲手宰几只养肥的灵兽，在丹房前摆个麻将桌，
拿出了自己还未跟师妹推广的洪荒版麻将神鸟牌。自然，李长寿也不曾放下对仙林峰的监察。至于仙林峰后面是否会报复，李长寿其实在灭杀蒯司道人时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之法，只不过当时他预想的最坏情形没有发生。而今师祖突然归来，去仙林峰撒了撒气，让李长寿所做的这些备案似乎有了用武之地。现在仙林峰的仇恨点都集中在了自家的师祖身上。稍后自家师祖离开山门，回到3000世界中继续瞎浪，不是闯荡。这般自然有不义之处，也有益处。不义之处，仙林峰或多或少会将一部分仇恨值转嫁到他们师徒3人身上。益处就是有师祖这个实战搏杀系的天仙威慑，仙林峰必会多几重顾虑。当然，对于李长寿而言，最大的好处其实是自己今后如果想抹掉这部分隐患，可以让指道人模拟出师祖的气息与身形。至于后面如何去应对，采用哪种程度的应对方式，全看仙林峰如何反应了。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，李长寿也就是多做几手准备罢了。东海南海交汇线深处，结教著名道场金鳌岛。今日的金鳌岛颇为热闹，又到了金仙讲道的时日，据说还会有大罗金仙现身。岛上一众炼气士齐聚那几座殿宇附近，那里意气风发的秦天君秦完搭建了一个简单的连环阵，并对道友们介绍连环阵之技巧。宝池边，玉树下，微风吹过，少年龙子的宽袖青袍在轻轻晃动，发丝与他小巧的犄角轻轻撕磨。一旁汉芷跪坐在蒲团上，在帮他不断的研墨。书案左侧堆着一支支竹简，其内的字迹却早已经牢记在敖乙的心间。书案摊开的金色布帛上，一行行俊秀的小字承载着敖乙这段时日的心血。自退敌26部与第27部杨辉篇总结出来的战术理论思想，此刻都在敖乙的笔下化作了条理清晰的兵法战术。日暮西斜，金鳌岛上讲经之声飘飘渺渺，一旁研墨的少女也已经被相熟的师姐喊去殿前听到。只有敖乙纹丝不动，在此地一句句斟酌，一字字写着。终于，当海上只剩下一缕余晖，敖乙缓缓舒了一口气，将手中的笔墨放下。海神冰露，成了。敖乙诵读了几遍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，那青光闪动的双目中带着浓浓的欣喜之感。人家用兵术当真高明，我龙族累积无数岁月，却独缺这般稳字当头的兵法。也不知那位玄都大法师前辈是否应允此事。敖乙念及于此，心底按捺不住，闭目凝神，勉强通过自己的神像散出神念，勾搭旁边的主神像。少顷，安水城又在扩建的海神庙主殿中，两只神像又开始做那蝇营狗苟，不是神念交流。正常陪师傅泛舟钓鱼的李长寿闭目入梦，借自己的神像构建了梦境，将敖乙的神念拉了下来。恍惚间，敖乙见到了在神像脚下站着的李长寿，立刻露出几分笑容，快步迎了上去。教主哥哥，近来可无恙否？啊，在家修行，自是无恙。李长寿与敖乙一同做了一个道揖，敖乙开口便是几句感恩之话，李长寿也就随便听听，并未当真。不过对敖乙，李长寿已经算是给了10分的信任，虽然总分是100分制哈，嘿嘿。教主，
我近日已将那26条退敌之策整理成了一本兵法。近日我龙族有庆典，我便想，可否将这兵法作为咱们海神教之礼献给我父王？李长寿略作思索，言道：你且将你整理的兵法背来。此事不用问大啊，不必。敖乙指了指上面。李长寿笑道：这次因你龙族退敌却不伤凡人，现在我也可以全权处置一些小事。现在总算是不用话说一半，让对方自由想象了。李长寿可以直接明示敖乙，他背后确实有人，那人他们龙族此前还见过，如今已经是奉法旨忽悠了。敖乙露出了几分开心的微笑，将自己所写兵法背诵了一遍。李长寿仔细听了一阵，发现敖乙也只是从中悟出了一些皮毛，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顺便给了敖乙少许指点。经过之前1年的推演分析，李长寿已经断定龙族斗不过西方教，就看西方教能下多大的决心，准备付出多少代价来收服龙族为他们己用。李长寿有后知的优势，对西方教的发展思路也有直观的了解。兰花和弹弓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挖人去西方，壮大西方教的势力，再用实力去谋气运，从而让西方教大兴。